Ciao tutti， 我是淘淘，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。不是，这次不是来意大利吃披萨，而是要带你们回台湾看淘淘。没错，我收到侨委会的邀请，以意大利媒体人的身份回来探索台湾的新媒体科技，还有一些超乎想象的惊喜。别以为只是普通的国庆行程哦，这次的精彩程度大概跟意大利人看到知心双果、超阿贵披萨一样精彩。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！作为一个媒体人，怎么能错过电视台的龙头华视新闻呢？华视是台湾具历史的电视台之一，自创立以来一直是电视新闻和节目制作的龙头。除了新闻专业报道以外，华视还有许多经典的戏剧和综艺节目，陪伴了好几代的台湾人成长。你今天头发是不是好漂亮？那个红花很漂亮。我是淘淘，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。今天我们在华视新闻台，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艺大不同。Ciao presto！ 华视不仅有顶尖的新闻设备和制作团队，他们的古装戏服库更是全台保存最完善的，共有上百件的古装道具和近万件的戏服，这样的规模几乎让你可以穿越到任何时代，真不愧是电视台的古装博物馆。寿公主，你长大了是吗？对。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，华视还有一个秘密景点，那就是顶楼的直升机停机坪。这里可是台北市唯一对外开放可以拍摄的地方，还是很多知名广告和 MV 拍摄景点。华视的停机坪你可以看到101，真的超酷。话说今年侨胞返国参加国庆活动是8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，整个侨委会都被挤爆了。这次侨委会也展示了他们的数位转型。那我们的 YT 频道今年开始也开始有很多 short 记者会、直播，其实大家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T 频道。那也跟 FB 最早开始经营的社群平台 X 跟 IG 这两个，我们是用全英文的频道，希望能够让我们的2、3代的青年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参与。说到数位转型，就不得不提到运用数位媒体外交最成功的吴志忠次长。当年他在法国担任代表时，让台湾的形象不再只是远东一个小岛，而是透过社群媒体和线上活动，把台湾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，成功的吸引当地的关注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自媒体人，来意大利找淘淘。那由于吴次长您是前驻法国大使，台湾受到法国民众的肯定，意大利法国哥俩这样讲好了。我想要请教一下，您认为用媒体外交征服欧洲人的关键因素是什么？然后或是您有什么策略上的建议？我在法国6年多那也接受过近100次的国际媒体的访问大部分是法国人错的，要先把语言讲好了，讲的话要让人家听得懂，不是只有语言本身听得懂，你讲内容也要让人家听得懂。那这个识别清楚，我觉得在过去并不尽然做得那么清楚，所以这些字眼，因为字眼是有它的意义的，用得非常清楚。那我是觉得通过这个方法，很成功，让台湾的议题越来越国际化。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台湾最新成立的数位发展部会，就是数发会。话说这个数发会的英文简称 MODA， 刚好在意大利文里面就是时尚的意思。不得不说这个名字还真的很贴切，因为数发会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引领时潮，走在时代的尖端。科技的强国了，我们要跟世界的这些强国竞争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的是来自于民间企业的这个自由竞争，创造力会来自于那个民间企业，不直接去主导这个 AI 研发，但是我们创立一个生态系，提供算力、提供资料、提供人才，还有提供资金的方式，我们希望建构一个健康的 AI 生态系。透过平台的方式呢，让每个客户的素材进到平台之后，它就可以输出为 AR 或是 VR 或是 MR 的方式。刚刚2个水晶都是真的吗？水晶。我救你了！你们怎么可能这么近？不是有一只老虎吗？你们吓死我！为什么我这只有花和水晶，我什么动物都没有而已？
国庆晚会和大典绝对是这次行程的亮点，从传统的舞蹈到现代音乐表演，一个接一个，让人眼花缭乱，也可以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的感受。今年的晚会更是创新十足，科技的结合让整场活动活力四射，灯光秀、视觉效果简直让人惊艳，仿佛身处在一场视觉的盛宴，充分地展现了台湾的科技实力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再次感受到台湾多元与创意展现小岛的力量与魅力。这次回台参访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解台湾的文化与科技，也激励我继续推动台湾与意大利之间的文化交流。希望未来还有更多机会向世界介绍台湾的美好。如果你喜欢淘淘的影片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艺大不同。Ciao, a presto!